今天这一集呢，哇，算是我们明星下班路的第一次邀请女团。我们这一集都说你真的是男团，对啊，因为我们是那一种，我们真的不太爱漂亮。他们私下是蛮邋遢的，讲实话。他们那个练舞室都很脏。这家呢叫做生活在塌方的夜猫店。王心凌给了一定王心凌100%，是王心凌的话。你要把那个纸浆的蛋糕给吃。对，怎么会吃到那个蛋糕千层纸浆呢？欢迎回到明星下班路 ，Hello， 大家好，我是宝健。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哇，算是我们明星下班路的第一次邀请女团哦。然后呢，这组女团呢，说实话，我是跟他们已经有点聊到没话聊了，因为真的已经太熟了，所以我是有点不知道他们今天到底还能够讲出什么内容这样子。那大家呢应该会非常好奇，今天邀请的女团到底是谁吧？我只能说，他们今天是穿的真的蛮漂亮的，所以我们就赶快去看一下他们吧。Let's go！ Oh my God！ 请问这6位女神是谁呢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真鹿焕蓝小熊。大家好，我是郭人阿耀，我是Apple彩珍，我是信，我是丽丽玉，我是维演学员，我是妮可。耶！我只能说，我们真的也是有点太常见面，到现在已经有不知道该做什么，对不对？你们不要看我也像是看一般路人一样，好不好？对不对？你们刚刚是去干嘛？我们去记者会。什么的记者会？还 OK 吗？顺利吗？顺利啊。那记者会为什么要穿得像贵妇？有吗？我们今天漂亮的是吗？我们今天见你的时候是要讲深夜彩。我觉得好像演员的比较有特色，因为你们算是现在那个台北的那个代言人啊。那作为捷运的代言人呢，那我们当然要推荐就是在猫缆地方，而且那边真的是大人、小孩、老人，所有都非常的适合。等一下，大人、小孩、老人，哪有人讲？不是大人、小孩、老人。谁会把老人特别拿出来讲啊？都非常的适合，而且我们很推荐，我们全团都超级喜欢那边的冰淇淋，真的铁观音冰淇淋，真的吗？真的超好吃。好，反正不管怎样，我们就是今天要准备要出发了。那今天的驾驶呢，应该就是心灵莫属吧？Nico， 你成年了吗？我刚才已经练过了。你练过了？对，他刚才已经开了3圈，就是只能开1次嘛，然后下次回来是7天后。导播咔一下吧，导播咔，我们不录了。讲真的啦，谁啦？阿用吧，阿用那个国际驾照换好了吗？有哦。好，那等下交给你了哦。OK。我在开的时候有一边是脚，一边是手这样。还有路证哦，还有路你说你有路怒症，然后就是脚跨那个方向盘那下。他开车的时候会对，然后用这个手肘那边打。我们那个之前练那个太极运动，有用过那个左勾拳、右勾拳的部分。对，好了，我们要准备出发了，真的好 ，Let's go。我是跟他们没话聊了耶，我讲真的。新明欢迎，我们大家先给新明加油好不好？爱的鼓励，3、2、1，加油！好，新明加油！新明加油！新明最棒！新明最棒！新明开车最稳！开车最稳！其实我今天心情蛮嗨的耶。你们有坐过他的车吗？我没有坐过，有些人有，我有。谁有的？阿用，因为我们之前去露营的时候是新明啊，对哈，你们录那个另外一个团综的时候，那我们今天算是大家一起坐了新明的车子，跟我一样都是初体验的。对。天啊，我其实今天很兴奋哎，就觉得蛮期待的啊。
哇！哎，我一上车我想睡觉，完蛋。给我睁开眼睛！想要当薪水小偷啊？好，那你们先分享一下你们那个心动乐园的故事好了。那时候是我才刚回到那个后台休息室去，结果就马上就听到大家说新平哭了，新平哭了。我说哈，吓到，怎么那么突然呐？就赶快看那个大荧幕。这个故事呢，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一天我个人状况不是很好，但是我不想被影响，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点被，就是可能其他事情影响。然后就是在那个，我们不是有一块是那个装镜表演。对啊。对，然后我那时候王心凌好像跳舞不太对，然后他就有来找我，然后他就是有关心我一下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今天状况真的很差，我不知道要怎么快速调试这样。我看他眼睛的会忍不住超想哭，然后他自己讲一讲哎，好感动哦。因为其实心里真的不太常哭，就是他在那一天哭的时候，我有吓到。我也吓到。想说哭屁啊！我说你要讲什么？对，我那时候使了命的把那个眼泪拖回去，对，拖回去，然后讲的感觉开心一点，结果对，就变成一个超感性环节。你哭后来哭比心里还对，就变一个超感性环节。可是我觉得我是最近，就我自己觉得最近大家就是太辛苦了。就是我觉得行程跟就是心理方面，我觉得可能负担比较大了。所以就是想说，因为我私底下我比较说不出口，我想我就利用公开场合就讲，直接讲。因为我私下不会有感情，对我私下只有奇怪时间跟风筝。对，私下如果有感情时间也是蛮怪的。对，所以不会有。说到搞笑，你知道我们前一阵子我忘记什么活动，然后有一次不是有拿出一个经典的立牌，对啊。然后就非常超好笑。经典立牌就觉得放在公司丢掉也不是，然后拿去干嘛也不是，所以我们就立在公司里，就让它练习室后面。然后刚刚有一次，反正就是那时候我们大家在练舞，然后全公司没有人，突然完全没人，连楼下警卫都不见了。然后我们就我那时候是我跟婉珍去找人，然后我们在2楼嘛，所以就走到1楼，警卫拍，然后我们就走一走，看到婷姐的立牌，我说包彩珍，我把那个立牌拿上去，说有人帮我拍影片，好不好？然后我就大喊说，终于有人帮我们拍影片，好开心哦！然后大家都觉得找到希望了。结果王彩珍跟我一进门，哇，金姐的人形立牌，你们好无聊哦。换一个歌迷，对，我就把金姐，而且真的人形立牌超像真人，那个真的很像我每次进公司我都会被人吓到。我要跟你们大抱怨。来，你说，心动乐园灌篮小队表演80%都出自于我的想法 ，OK？ 是真的是，我跟你说，我刚刚开会开几次，很多次哦，明明每次都没有我就是硬被他们打电话说，你现在来公司，我就知道人真的出现在公司里面。那天就算不用我还是人就出现了。对啊。对呀。对，我自己来在公司3分钟。没有，是因为他每次都讲得很严重，说没有你我们会死你快你现在得出现。我们真的会死。我想说真的那么严重吗？然后我就赶快出现这样，然后事实证明就是的确。也不能这样讲啦。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6个很奇怪，他们明明私下就是很好笑，可是在台上他们就只会讲那种正经八百的话，就私下叫他们讲话，就连王彩珍就是也是你知道会变得比平常收敛一点，而且很尬笑，我自己会尴尬。为什么？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一种尴尬。不好意思，我很想把我私下的样子也分享。我也是，但真的是一个很难，我觉得我不好一直跨不出去，我觉得这也是。大家跨去哪？就是跨不出那个我们平常那个私下。你们是平常会有，你们在台上会有个偶包。对，我觉得不是偶包，是我们想搞笑，但我们不敢吗？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点，你们听听看，我觉得是因为你们也算是有点接受韩国的培训的系统。可是因为韩国的 idol 或艺人，他们在台上就会有个该有的样子，他们是私下像综艺像什么才会比较嗨，或者比较展现自己的反差个性。可是他们平常在打歌或是一些舞台公演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比较正经八百的感觉。我们现在呢要来玩的是灌篮小熊的关键字。那这个关键字呢，就是我们搜集的网友可能在脆或者在哪里的一些对你们的那个 hashtag 的部分，然后把它收集成了5个。什么什么女团？我知道了 ，Coco 女团。Coco 女团。Coco 前女团。台韩有吗？台韩女团。
还真的有哎，而且你完美命中，就是叫台韩女团。台韩女团就是因为你们是，就是你们的定位嘛，对不对？颜值女团，颜值女，你们不要脸哎！颜值女团这个是没有的哦。实力女团，实力女团有哎。好，实力女团，谢谢网友们，做颜值没有？实力女团有比颜值女团好吗？有啊，当然有啊，颜值也很重要啊，真的吗？都重要，都重要。那如果只能选一个上榜，你要选哪一个？我们的实力的一部分。实力哦。台韩女团呢是说，台韩女团就是说你们同时在台湾跟韩国出道嘛。那这样子的你们会觉得压力是 double 的吗？还是说其实觉得蛮好玩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子台湾，我觉得前提是不知道会不会被两边接受。然后现在真的是因为行程两边跑，会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就是守住我们的敏感人。就感觉每个地方都站半，就是没有一个确定的那种感觉，所以会有时候会有点，对，就像行说，不知道能不能守住。但是我很开心的是，因为我们前一阵子不是有行动热舞嘛，对。然后我们在韩国有一些比较熟的粉丝，他们有来，真的假的啊？真的。韩国人哦。对啊，好感动。真的假的啦？然后你没有看到他们呢？有。哎，我跟他们搭旋转木马，应该都有。哇，很感人呢。我觉得你们会的顾虑应该是那种很怕会可能顾此失彼吧。就是原本我们在台湾，那很未来少女结束之后，觉得很好，然后很多饼干，很多粉丝，结果一去韩国之后，你们很怕他们会跑光，很怕大家爬墙爬到别人上去。可是还好，我们的台湾比赛都还真的都蛮给力的耶，而且大家都算是很那个死忠。真的。那你们在韩国打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那种觉得说被那种冷眼旁观啊，或者是被怎么样对待的感觉？其实不会，因为很多其他团的粉丝也会给我们那个应援，就是可能同场，然后有其他的粉丝，然后也会帮我们应援这样子。哦。而且很开心的是，我们在现场，因为会有很多其他团的粉丝也会在台下当观众，会拿着他们的手灯。对。然后可能有些知道我们应援色是蓝色，也会特地帮他们讲谢谢，超贴心。哦。那你们这次不是签售办了很多场？对啊。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吗？我在有记得有一个粉丝，他的行为比较让我印象深刻啊。怎样？就是那是我在签售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哦，你闭上眼睛5秒，然后我以为他是要给我什么惊喜之类的，然后结果嘞，他眼睛他就说没有，他觉得我们很累，他想让我休息一下这样。哇！然后我就有点吓到，因为一般都是可能一张开就怎么又突然一个惊喜，我就很开心。然后结果这次是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我就比较蛮印象深刻的，蛮窝心的耶。感动哎！那你就要跟他说5秒不够啊。哪有再加一个10分钟？我觉得你那样说回去。你敢不敢让一上台就让我们闭上眼睛？那你们跟别团拍那种 challenge 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很尴尬？如果跳错的话，我自己是会尴尬。对，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怎么这么简单我还跳不了？不是因为你们 N.I. 带的 challenge 真的变得太简单了啦。对啦，确实。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实力女团嘛。可是实力女团的标准是什么？对啊，没有，这是网友说的，不是我们说的。那实力女团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应该就代表说你们的可能唱跳是强的，这样。就综合起来是。对，综合分数是觉得说好像就是都还不错这样子，就是可能又会唱又会跳。vocal 的部分呢，你们对自己的 vocal 是有自信的吗？我对于高音比较没自信一点吧，因为我音域比较低。所以低部分的话我是还好，但是高音部分我就会有时候有点紧张。就是其实我所有歌里面，我自认为以前我最讨厌唱昨晚，我有那个要有到慢些，他每次唱之前都超紧张。我之前很紧张，现在已经克服了。现在其实是因为人会进步啦，所以人会进步了。下一个是默契女团有吗？默契没有哎。Coco 女团。对 ，Coco 女团。哎，真的假的？没有，但是叫手势女团啦。就说你们的可能舞蹈都是具有一定的那个，对，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
因为你们那个出道曲啊，干嘛转过去啊？不想让你看。你们那个出道曲《Coco Coco》其实算是蛮火爆的耶。你们讲实话，你们那时候有觉得说啊，这首歌一定？其实那时候蛮没自信的，在开始之前。真的吗？真的。在拍 MV 的时候也是没自信嘛，因为 MV 你们应该觉得说哇，真的砸了大钱。MV 拍得很开心，对，但是还是会觉得说，对啊，就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很怕，因为不知道观众喜欢我们的风格，对，就是怎么样。因为像我们那时候其实练《Act Like That》那一首歌的时候，我们是觉得就是《Act Like That》比《Coco》好听很多，就是更顺耳，就是你知道吗？不同时间点听的歌就是感觉会不一样，所以那时候我们大家是每一个都说哦，《Act Like That》真好好听，一定超好听。结果好像每次在表演的时候，就是反应的话还是《Coco》会好一点。哦，真的吗？气氛关系吧，我觉得就是，所以表演起来，其实连我自己都觉得 Coco 表演起来比较那种，哦，就是很烧起来那种感觉。我觉得是 Coco 记忆点比较高，然后加上它比较好念，对，就是比较好跟着一起唱，然后跟着一起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整个要把那个气氛轰炸起来的话，好像 Coco 会比较好。对，是没错。你知道每次化妆化到一半，化妆师放音乐，如果不小心放到我们歌，我们大家会大叫，哦，你就在关家，来关家，有点在工作的感觉，就可能是在化妆而已，就会惊醒，因为每次化妆都想睡觉，然后一听到呀就完全不行，马上醒来，也会这个穿梭一下，呀。是 Coco 这首出来的时候，是真的，我身边的所有朋友们都很喜欢，因为就连那个，因为韦静，我们大家就是你知道会一直唱这首歌，因为你们去金曲红毯的时候，他也唱啊。我就想说黄伟晋那边唱什么唱啊？都说什么哇，这首歌年轻人一定都会，所以 Go Go Go。但第3首也是不得了，真的，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真的可以期待一下。那你们截至目前为止出的歌里面，有哪一首是真的让你们觉得说哦，这首歌好像是我们最觉得还好？你说从选秀节目开始，还用什么歌？哦，太高，这个太高了啊，音太高了，对不对？整首都高。如果你说少的高，觉得 OK， 但是整首都不那个是全部都在上面的音正确，但对，我很喜欢我的那一段，哪一段？我想准备起航，对，我很想，我这副歌的问题，对，你的怕是什么？就是他后面，他后面是什么365开心，对，那个人，那一段，是 Checkmate， 是 Checkmate，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2首歌都是韩国的那个制作，也不是说讨厌，就是对 ，Color 跟 Checkmate 都是。因为是我第一场嘛，所以我听很多。坠入患难陷阱，计算你杀不起。耶 ，To stopping， 准备好 follow me。什么啊？就我没有很喜欢黑人服啊。最爱的那种。对，我觉得对我来讲，有点太，就是因为他全部都是可爱，他没有办法夹杂一些可能帅或是比较性感的那种感觉，就是完全就是纯可爱。所以我们的忙内是最不喜欢可爱的人，就是唱那个歌的时候，要这声音要夹起来。啊，要夹子音。对，这样。我要说了哈，我是 Trip。为什么？为啥 ？Trip 本身我不讨厌，而且我唱副歌我很开心。但是我是听到 Trip 我会想到我之前节目是请举头发。哦，你是有。你讨厌举发？我之前看很开心，但我现在看那个照片会觉得他怎么那么丑？会吗？举发会丑吗？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啊。然后我会想到之前穿的那个衣服，它是那个举头发，然后把头割完，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是绑那样。对，我会记得绑完丸子头。那时候凯真真的很喜欢那个2个丸子头，他自己也美是这样，自己我觉得很漂亮，对不对？这样，对，不是还有我吗？我想一下哦。圆圆讲吗？我没有啊，我也想一下。圆圆，
你怎么这样啊？其他人都讲了，你在那边说我没有哎。不是，我是说我还在想啊，好像是1000次的想念。1000次也不够。是吗？1000次也不够。我都忘记我这首歌了。对，因为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太复古的感觉。然后我想说，奇怪，我们要参加这个风格吗？这样子。至于你呢？我其实就是我还没写歌词的时候，我听到 demo， 我自己最觉得的歌是I love you。后来我一开始也有一点就好像又喜欢了。对，我也是后来都会很喜欢，就是原本一开始有点讨厌的歌，然后之后蛮喜欢的。对，我觉得是因为他们都不喜欢可爱风，对，他们都不喜欢可爱风，所以对这种可爱的歌，他们就会觉得很歪哦。可是这首歌是很多人喜欢的呀，对不对？你是欧派还是不欧派的？留言说。应该说我们喜欢这个歌，但是不喜欢它的风格，就是可能看别人跳会觉得很喜欢，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要变可爱的话，就会有点别扭的感觉。而且我要先说，我很喜欢的歌词。对，我喜欢宝剑跳这首歌。对，如果看到宝剑跳就觉得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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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love， 这首歌是我的最爱。对，你的最爱最啊。那你喜欢中文版还是英文版？我觉得中文版因为是你们做的词，所以我比较喜欢。你们再猜，剩2个，但刚刚有一个那个 Lily 有讲到对，打歌女团啦。为什么会是打歌女团呢？因为你们就是也是征战很多韩国的打歌节目，然后我觉得像台湾的演艺圈环境比较可惜的是，打歌节目真的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所以就变成是可能很多的偶像团体啊，或者说是个人，他们会很少有舞台可以好好的展现自己的歌曲。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可惜的，是很希望可以台湾有朝一日可以有这样的节目，越来越。但之前的确是做过，只是就是没有办法做的长久，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因为你们像去韩国打歌，就是因为韩国的打歌节目本来在台湾就很多人看，因为台湾本来就很多人喜欢 K-pop， 所以看到自己有点觉得看到自己熟悉的人在上面的感觉，我觉得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可是因为打歌舞台其实真的还蛮容易在那个脆上面被大家看到的尤其 Coco 那个时候，就是大家会觉得哇，你们的 ending 要进这样的。你有看过不好的评论吗？也会有可能就说台湾人那边来干嘛？刚刚讲就是做什么之类的。那个直拍你们自己会看很多次吗？我跟你讲，刚开始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载入，对，刚开始的可能第一个载入还是第二个载入会看，会看，然后第3个开始就慢慢会看。但是我有个直拍很好笑，对啊，我有一个直拍是我记得吓到我记得，我被这个彩蛋吓到手很大力，然后我就去看我是 A like that 还是A like that， 对，我记得看那个对，然后就蹦了你说的那个，因为我们回归的时候快要回归的时候，我们先那个申请要 face meeting， 这时候 face meeting 后之后，就是他们选谁要上，谁要上，谁可以上，对，因为我们 A like 的回归的时候，好像40几个团体要 ，Oh my god， 就是到对，可是就是要跟他超们紧张的是哦，对，如果你没有上去。而且宇哥也说过，我们上打后台也不是我们花钱去上，这个不能花钱，对，不是花钱就可以的。所以是这样子的哦。非常感谢，就是我们这里的小兄弟一直帮我们看那个打入。因为你们的关注都很高。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选的标准是什么，但也有可能。如果 A 看到你没有去的话，不能讲啦，别人知道啊，这不能剪哦。你们快想最后一个。快闪新秀，对，快闪类似的。路演，对，路演女团。泰国、马来西亚、香港、马来西亚、泰国，还有新一，还有台北、信义嘛，对不对？那去各个地方，你们的那时候觉得哪个地方最好玩？马来西亚都很好玩我个人是亲自马来西亚，我个人是因为马来西亚的饼干们比我想象中还要
要更热情很多，已经加。可是他们那些真的是当地人吗？对，很多当地人。所以有人还在喊说什么啊，我第一次这样才是非常开心的什么，然后就很多是从选秀节目就开始看的。对。可是你们在香港的那个很多人围观呢。有哦对，红窝湾，那个很夸张，因为看那个脆上面大家都在讲啊。这时候超紧张的。我也是，为什么要紧张？因为人比想象的多，然后时间非常的快速，就吓死哎！对，就那个有一篇脆文很爆掉。哦，是吗？对，就是你们在那个香港路演的那个片段，就有人说他们是谁，什么什么这样，然后就有很多人在那边留言说是宣布这样子，然后就很多人看到。你们去路演有需要克服什么？没有恐惧可是吗？我们那时候有发这种，就是可以扫那个 QR code，然后就是要跟路人讲说，请他们听我们的歌这样子，然后我们其实都要用英文，或是对，他们因为我们不会讲他们的语言嘛，所以就只能用英文，所以那时候就会有点需要心理准备。对。哦，我都拿我很烂的英文就没讲，我说 You can do this, you can do this. Oh, thank you. Please follow us. Please follow us. 对 Yes, capture. Yes. 王心敏直接把他一叠拿给我说你发好了，他就在我旁边就一直跟着我，很像那个叫什么母鸡跟小带小鸡，他就讲，是因为他也比较小，所以他就在我旁边，然后我想 please， 然后他就在我旁边点点头，然后就换下一个，人家都一个一个发，他就把一叠塞。你好坏哦！心里是微社恐，可不可以叫姐姐啊？对啊，很好笑。那你们觉得这五个 hashtag 哪个你们觉得最符合？全能女团，还可以是演 Ace 女团，我希望可以有这个做来。希望可以成为全能女团 Ace 女团的部分，因为你们其实是我们这个节目邀请的第一组女团。哦，哇，对啊，因为前面的都是一些男团的那个团体。其实我们也是男团。对，其实你们也是。你知道经纪人都说，我们经纪人都说你们对啊，因为我们是那一种，我们真的不太爱漂亮，就是我们都穿街头。他们这样真的蛮邋遢的，讲实话。哎，真的，你知道吗？而且他们的那个练舞室都很脏。我觉得你们应该叫肮脏女团。因为我们上次录那个 7 to 8，然后他们自己就说什么，他们就说哦，我觉得我们的团员就是比女团还要再更女，那个心里还要再更女团一点。对，这样讲哦。对，因为经验姐姐有，然后我就说你们感觉比幻蓝还要更女团呢。是。对，因为对，我们公司说所有人都说男团像女团，女团像男团，所有人都这样。真的。但就是大家都真的都这样讲。因为你们的心思太大辣辣。对啦。你们当中最女的应该是远吧？对不对？但是新密也有一点，他也感情，你？新密走在路上的时候是在吃臭豆腐，所以整体还是有比较。那我们要看你在宿舍的样子，请看 VCR。我们现在要去搭猫缆了，耶！身为猫缆的代言人，你要一副那种对这边很熟悉来介绍这里啊。是我家啦。那等一下我们上完电梯，然后往那边转，然后只有3次可以上去。哎，我其实真的会怕哎。真的，那你应该要坐水晶车厢。我真的 I'm so scared。我们现在上来了，耶！哦 ，Hello， 大家可以开窗户。去吃冰淇淋。我们到猫空了。刚刚搭的猫缆，要不要介绍一下？那我们刚开头说铁观音冰淇淋嘛，对，就在我们正前方。在前面吗？然后我们猫空呢还有茶屋，茶屋可以吃小点，然后泡茶，哦，超级多好吃好喝的东西。
啊，是没错。看猫空风景啦，看猫缆风景干嘛？因为缆车啊，在缆车经过再就是我们景观餐厅啊，现在马上就是要出发，带你去吃。真的吗？而且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对，今天天气多好啊！拜托，那我们就要这样手牵手，要前往那个景观餐厅。1、2、走，啊，谢谢。好，老板娘，我们冲着你这句话来吃你这一家。因为我们是猫空旅游大使。我请你们吃冰。哇！真的啊，真的，快点。认真吗？一吃要不要？好，好。哇！哦，快点一个吃。教大家正确吃法。对，然后汤匙都可以用它都。哦。这个饼干看，这是包种茶系列的双麒麟。那可能是我的吧。耶！谢谢老板。耶！我们到了猫空的景观餐厅，这间整个超可爱的。对啊，刚还有一只很大的猫咪，对，很可爱。那个蝙蝠侠，对啊，没错，这家呢叫做生活在他房的夜猫店。然后呢，听说它4、5、6日都有开到凌晨2点，而且最它的餐点我觉得超香的，因为我一直闻到那个，你知道那个麻香什么的味道。对啊。我这个是担担面，川味担担面。这是塌方肉燥面。塌方，那你的嘞？天空上。哦，感觉真的很厉害。怎样啦？我讲错名字。塌方肉干面是吗？肉干面。你刚才讲的塌方什么？肉干。我这个是塌方老干面。塌方老干，你的？甜红臊子面。哦，就是有的是不辣的，有的是比较辣的，因为阿用就是指定要吃很辣。因为其他人对这边很多不吃辣，啊，但这边就是应有尽有。雨云那杯饮料看起来超可爱的。我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好了。来猫空喝茶。怎么？雨云直接把这个柳橙放在自己身上。没有加蛋妈说。小薇是咪的。我们是川味担担面。它就整个有那个比较椒麻的香气嘛。不是塌方老干面，塌方老干面川流食。不是老。对，是老干面，是老干面。我们这个也很好吃哎，我们这个肉是那种像叉烧，那个拉面里面的那种叉烧肉。然后面吃起来是有点甜甜的番茄味。番茄，你是番茄哦？你根本吃不出来对吧？你确定你不是香吗？好像不是番茄味，一点点。我们求证老板哦，如果没有的话，你要被砍额头。有番茄哦，千万不用为了配合他，讲真的啦，有哦，好啊，好啦，圆圆不会是那个小胡天蓝啦，好不好？很会吃。那你们在韩国那个训练或是打歌什么之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觉得最不适应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 GoGo 的时候是新人团，所以新人团都一定是要最早的，就彩排什么的，然后彩排差不多那个时候是几点？3、4点有吗？2点最早的。对，就妆法，对，妆法2点，然后就是要待在那个录影棚待1整天，找到。对，但是我们现在就上手了一些，我们这次有直接带那个地垫去，对，我们带地垫，然后我们直接躺在休息室里，就是我们彩排完之后，可能到那个正式的放松的时候，还要好几个小时，6个小时，我们可能就会直接选择睡啊。真的吗？然后有些前辈团体也会直接可能彩排完直接先回去，然后等要放松的时候再回来。你们这边是人最久，对，真的哦，因为我们有출근길嘛，上班早上7点就7点前到那边방송국那边，高等那个上班路，然后走路走进去之后，马上有트라이 리허설，就是彩排之后，카메라 리허설是好像
下午3点多才有，所以那个中间的时间全部都是等，对，但是中间时间都很尴尬。但是我们中间的时间我们都是也没有闲着，就是我们会拍一些短影啊，或是对跟别的团。那你们那时候那个移位候补的那一天啊，你们是当天才知道对不对？就跟着看那个直播才知道自己移位候补。对。那当下的心情是什么？很爽。我有是别人超紧张。不是，因为你们知道会有粉丝不是会做那个预测吗？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会有些粉丝可能在那个 Twitter， 就是那个 X 上面，然后会定期的会有个博主，他会猜谁是。对，他会帮忙做那个数据的统计，然后分析，就会说他可能前3个候补会是谁这样子，然后会有说几%的准确率，然后那个时候是The Show，那时候你们就已经是在那个他预测那个名单上面的前3个里面，然后我就想说会不会真的啊？可是我说算了，我们等真的出来再说。就那天真的，一看到那个一开始预告出来就发现是你们，都真的很爽哎。而且我们粉丝在底下，就是那边就是在公布谁是1位，那个粉丝都在发火。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候补也是，就是站第一排，通常在最前面，通常都是那个有候补的，在前面等待在公布结果。然后那时候第一次站第一排，真的是非常感动，真的感动到说不出话，因为我们之前每次都是站在很后面，每次都是都看不太到镜头，或者都是那个前辈的头眼睛都看不到。但第一次站在第一排，跟大家就是并列在前面的时候，会觉得我好像接受一个事情。其实这是很好的事情哎，就没有一种好像这一次跟上一次也差不多什么的那样子原地差不多感觉，就一次比一次好。你们这次专辑卖的也很不错。哇，很多粉丝家里都叠超多，我觉得他不会看的，就每天看的觉得很无聊吗？真的吗？他们都买很多张啊，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像我可能比较没有追星的经验，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会愿意买那么多张，但还是会很感谢。这你就不懂了，追星人就是会这样，真的很疯狂。那你们接下来是什么时候再去韩国？我们要拍我们这次回归的 MV， 所以很快就会再回去。然后我们有一支就是我们在9月要回归一首歌在韩国，然后另外一支是在美国。对，这次也是也有对，已经确定就会有2支 MV 的这样子。对，基本上是。哇塞，不得了哎！你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有一种感觉，是觉得说我们现在真的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女团的感觉？我觉得女团有，可是就是我觉得还有很多路要走，真的还有很多路。因为我们自己最知道我们自己就是不足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就是我们其实对未来的想象还很，然后进步的空间也很，就是要努力。那你觉得你不足的地方在哪？我吗？我觉得你们啦，我觉得不是说同，就是要讲很好的事情。那你们觉得你们跟出道相比，自己改变最多的地方在哪里？自信感，就是因为之前选秀节目的时候，我是带领来跑，然后就是可能对自己的笑容不太自信，但是现在就是参加演唱之后，会比较习惯在镜头面前对别人笑。已经有种已经焕然一新的感觉。所以阿用，你一开始有对自己没有自信，因为你一直以来都是表现得很好的选手啊。但是还是你会有一种压力是在于说因为我自己已经是跟他们相比是有经验的，然后加上我又在韩国自己一个人来台湾，你会觉得有一种就是一个压力更大的感觉。压力也更大，然后真的그냥 뭔가 못 믿겠는 느낌? 계속 그냥 의심하는 거. 내가 진짜 다른 사람들은 나한테 잘한다고 해주는데 이게 내가 진짜 잘하는 게 맞는 건가? 내가 진짜 잘하고 있는 건가? 맨날 그렇게 의심하고 그러는 거. 但现在就是可以很知道说我表现的真的还不错，这样。比以前很多这样子。我想到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没有这么迷惘，就是比较清楚说现在该做什么，或是怎么在舞台上面展现一些东西。
就是我以前在舞台上，就是用我全部的精力，可能就是每个动作都跳很大力啊什么的，但是其实就那个没有办法撑很久，就可能我不会知道我自己的那个那什么极限，对，所以就可以去调整。我觉得就是真的我觉得在 Act Like That 吧这一次的时候，我比较有一种好像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我从出道到现在，个性跟想法变化。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那时候还是在努力的时候，所以那时候也是因为那时候很小孩啊，所以对啊，这想法就很单纯，然后就什么事情都没有遇过，就觉得很新鲜，就是对什么东西好像就是应该一下就好了吧，就是那种想法，你知道吗？然后也就以前大家都会那个访问就说没有遇过什么挫折的事，那我都讲不出来，因为我从以前好像也没有遇过什么挫折的事这样子，然后也是这1-2年就学到的东西比较多，就感觉已经过很久的那一种感觉，因为也可能是就是这2年生活太丰富了，然后就有遇到很多事情，所以就觉得想法上面有比较转变，然后转变比较多，然后个性也变蛮多，就可能有让你直接踏出社会，直接长大登短的感觉。对，因为有一阵子特别大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如果再当一个小孩的话，那自己没有办法做的感觉。所以危机感。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Nico比我好像大。那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我觉得在韩国那段期间还是对我来讲最大的挫折。对，完全就是一个，我觉得那真的会，那时候是我唯一想要放弃，完全整个放弃的时候，就是我已经觉得怎么样都无所谓，就是放弃我什么都不能做的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一直会，我就会觉得什么都不上心。所以那时候是你觉得人生最挫败的时候。对，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说自己还没过1/5。对，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为什么会不在这里，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就觉得说当时一定是我太单纯，所以才会想要走上这一条路的那种想法，会一直出现。遛狗？没有啦，我有狗嘞，吓我一跳。我有狗。在开玩笑。我有狗，吓死了。我刚才思考了很久，我趁大家在讲的时候思考了很久，我想一下我从以前到现在变化差最多是什么？我觉得好像是比较不会那么不受控。这我不知道，这也不一定野心吧？我觉得算是野心。我之前节目实习的时候，好像其实对于什么事情都没有很在意，就是像是大家跳舞齐不齐啊，或是我个人好不好，或是甚至是什么我平常有没有练习？对，我在这边跟大家先道歉一下，我之前是这样，但是我自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到韩国的时候，某一天我突然就觉得我应该要做点什么，然后我就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我突然会自己想要练习，或是会更在乎大家的舞齐不齐，或是突然我不知道我哪一根筋不对，然后突然转变的想法，然后希望大家都能一起好，就是原本可能是觉得说那我原本我自己做好就好了，或是自己有一个很平稳的状态，这样就好了。但是后来突然觉得我们大家应该是要一起前进，然后一起前进，我们才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一个人做得好没用，所以我就比较在意。长大了。因为我觉得是个团体，就不能只看自己。对。可是我觉得在团体之前一定会有个盲点，是觉得说，尤其你们是选秀出来的，然后又经过了可能很多的竞争的关系，你们想说，那我自己要做的可能比别人好。就是我觉得你们也不是刻意想要比较，但是那个比较心一定没办法消失嘛。对。所以你要怎么去让觉得说，我今天的团体的利益要摆在我自己前面的时候，我觉得才是真的团体会走向一个更好的地方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因为在外面拍摄的时候，我其实我自身我自己的野心是很强的，就是可能透过荧幕上就是能够感受到我想要这个舞台。可是就是现在感觉就是变成队长，我会就是会想要把那个光收回来。就是我会想要就是感觉让这个团看起来很和谐。还有我觉得
来少女的时候，我会比较像是不太讲话的一个人，然后我会很盯在一个状态，是说我想要呈现这样子在大家的面前，对。可是现在我会变成说是我比较舒服的在做自己，然后就是我想讲什么，或是我想要传达什么，我都可以，就是透过访谈或是节目或是作词，然后跟大家讲。所以我觉得最多变化应该是在这2个地方。我觉得其实幻蓝在我眼中看起来是真的就是感情非常好的一个团体，因为我自己的想法是觉得说，因为女团其实本来就相较于男团会比较吃亏的点是在于说，大家会比较容易觉得女生之间一定会斗心机，会觉得他们一定感情不好，会觉得说啊，他们感情已经装出来的，一定会平常那边争 C 位啊，然后在那边抢什么什么的。就我觉得这就是刻板印象，大的刻板印象。就包括你像看韩国女团，也是会很多人拿那个爱，或是拿什么出来说什么宫斗，说什么他们在抢那个什么拿奖杯什么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家会普罗大众的迷思，会觉得女生就是会比较容易斗心机或干嘛的。所以我觉得女团本来就会比较难的这个点在这边，就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机会，然后我们有贵人帮助我们啊，然后老板也很挺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是你们自己也非常努力，你们先把自己盯到了一个位置之后，别人才来帮助你们，才会1+1大于2啊。因为有一个说法是冒牌者心理嘛，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好像很不配得到这样的东西，我去韩国打歌，我有这个资格吗？会不会谁其实比我更适合？然后会不会其实我们没有到那么好，但是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我们？就我觉得，如果你们有这个想法的话，就是大可不必，因为每个人都在很努力的这条道路上前进，所以你们就是值得做这样的事情。这感动吗？是吗？小感动吗？圆圆要哭了，没有，他眼睛很干还有心思这样。那你们有什么除了那个唱跳之外想做的事情？其实我的以前的最大的梦想，现在的最大的梦想是当演员。哦，就是有这个想法。演戏。哦，演员呢？演员。我其实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对演戏这一块我没有太就是知道，就是我觉得跟女团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我其实不太敢想说我也想当演员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梦想就讲出来没关系。我觉得都可以先试试看，然后再去申报。就先各方面都先去尝试，然后看看哪一个最适合自己，这样就做起来最有成就感。我觉得演戏应该拍广告。哦，拍广告应该很容易啊。对啊。对啊，你很适合啊。拍广告，好，加油！金主爸爸听到没？你呢？我吗？我现在是作词作曲，我是演员，就这2个创作。因为我对创作我其实很有野心，所以就是希望之后有机会我可以就是帮自己创作或帮别人帮我创作。对呀。烦不烦啊？百珍呢？我吗？我想一下，我希望我当上我喜欢的衣服品牌的模特。哦。你可以自创还是你自创就好。可以啊，你可以。然后就科技啊。没有，我跟你讲，可以呀。你做出来，你涂出来就有了。因为彩珍那么喜欢拍摄，我觉得她可以自己创一个 YouTube，然后自己拍摄，可以的，可以甚至主哦。我觉得可以耶。好有压力。时尚品牌宠儿。对。还有。就我有点多，没关系，都讲。有一个说不定。我一直想唱跳舞，然后演戏也可以想挑战。然后我以后我想那个밑에 후배들 키우는 거， 就是要像金姐的这样的思维，对，就是像那样子，就是 director 啊，一个就是很像 SM 挖前辈一样，就是他是现在 SM 的理事，就是那样，就是一个公司就是一直在那边一起，很棒哎，做那个另外下一个团体这样。哦，
阿用就是那个天空的波啊，天空宝儿，天空宝儿以后会成为天空宝儿。没有人想要做主持哎。其实我觉得彩真其实可以啊。怎样啊？这样也好，不要跟我抢工作。开玩笑啦，因为我以为你会说什么主持或综艺什么的，结果完全没人提到。你刚刚不讲啊？我吗？因为我是觉得我还没有到很会主持啊，这是梦想我话多，但都讲得很烂。你可以这个笑。没有哪会讲得烂？我觉得敢讲已经一半了。哦，要慢慢找到自己的特色。对，慢慢找一下好不好？反正就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喽。然后呢，我们在朝着梦想前进的同时呢，刚刚大家是不是有写卡片给彼此？哦，现在。对，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们写的那个卡片，我们来揭晓一下，因为你们不知道是谁写给谁，对不对？对，不知道。那我们就要来看喽。也同时呢，我们的卡片在这边，然后呢也上了甜点了，这里看起来超好吃的。在我眼前呢，这个是焦糖布丁，然后呢这是什么？这是小山园抹茶千层蛋糕。这是什么圆圆？是水蜜桃日和。OK， 那心怡这是什么？蜜桃白盒。对，白叶，对，蜜桃白叶这样子，然后呢，很多不同品相的甜点在我们眼前啦。等下呢，大家就可以边吃甜点，然后呢，心里甜甜的看戏，然后呢，嘴巴也甜甜的，好吗？那就是心里苦苦的。好，那我们呢，先从 Nico 开始看好了，好吗？好，谁不能看？对，要为爱朗读。太明显了，这第一他写球的时候，我就看得出来是谁。真假？真的假的啊？所以能直接当做揭晓吗？但是王心凌啊，会称我小名的只有王心凌。搞不好是我啊。想告诉你的话，我们的一个眼神秀动，你真的已经很好了。不管未来有什么挑战，我相信你都可以做好。要记得我一直都在爱你。王心凌给了一定是王心凌100%，是王心凌的话。不是我这边的话，你把纸吃掉。不是我的话，你把纸吃掉。你要把那个纸沾着蛋糕一起吃。对。好。哇，赌那么大。一定是王心凌。啊，你说了哦。对，真的不是啊。你知道，因为真的只有他，但其实这个字迹有点像。所以嘞，其实我好像觉得有，他觉得是心灵。好，没关系，那就没有，不行，的确只有我会这样子。他已经讲他。没关系，他刚才已经想了那个，他已经下了诺言了，你只能这样了。哇，这次好美。用最真诚的心来说话，闻他们的心意，永久且深刻。哇，谁在给我写诗啊？演员啊，不是演员啊！来不及了。安慰，一切都是如此的刚好。谢谢真的在乎，谢谢真的存在。爱情。Oh my god， 王心凌，谢谢王心凌。你怎么知道？因为他的字很美，对。然后第二个是他的文字非常的，就是动人。所以这是谁的？心凌。我是演员的，我是演员的。有点紧张。啊，这还有画画哎。要画画。我记得啦。是不是在写？我有画图头啊。好，在今天这个美好的日子里，啊，这确定哎！我想对你说，希望你能一直保持着那份独有的快乐和个性。虽然你平常一直问一堆奇怪的问题，令人困惑，但也蛮好笑的。在队内你写错字哦，不可或缺，你太明显了吧？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往后的几年也一起加油吧！祝你解锁更多酷的法色。因为忘记酷怎么写啊，很酷的法古丽丽，好，你给大家看一下她的画。最想也知道是王彩珍，对，哦，很会画。好，给最好的队长，谢谢你一直无条件的包容我们。我知道你很常都会把事情憋在心里，但是我希望你有什么心事还是要跟我们说，这样才比较舒服。之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一定可以坚持下去的。万一之后也一起加油吧！我才是玉，猜谁的？我也猜是玉，我才是玉。为什么？就是他这个口吻，讲话也很单纯的感觉。对，感觉就是玉。常说什么我们一起加油吧。对，那一个你讲够了，可以现在不要。是吗？一切如果那个用写字的时候，이렇게쓴사람이있었어。有点那个方式，这样一
啊，很分得很开的，间距有1公分的那种。有还是Nico啊，Nico有时候那个写字也会很难讲。是吗？我想一下哦。我一般猜Nico。觉得？没关系，我不打断，我不扰乱。你已经打断了。那你觉得是谁？我想一下哦，如果说我猜错，我也要吃。你也要吃？对，他说你要用那个沾那个好啊吃。这里有那个蜜桃，蜜桃跟鲜奶油。蜜桃。好啊，你刚刚已经猜了。好啦，我猜玉啦，我猜玉。我也很紧张。笑太大声了吧？自己太舒服。什么东西？哎，怎样吗？什么东西？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很简单，一开始哎呦。哎呀口，在我眼里你最可爱，谢谢你一直给我很多能量。You make me happy。很短，但是有终点，全部都在里面。对重点。就爽。好好笑哦。希望你可以听吗？哦 ，Hello 是什么？而且它完全没有逗号哎。Hello 你就像是我们的妈妈，一直照顾我们。我真的很喜欢跟你相处的每一刻。有机会的话，我们再一起去吃饭吧。谢谢你每次都教我唱歌 ，Love you。对了，你要记得对自己有自信一点，你真的很棒。瓜？什么瓜？以后我们也会继续被吵的。对啊，这丽丽吧？我觉得这个可惜切是Nico的。哎，我觉得你们不会写瓜哎，他故意的，他故意的。瓜？哪个瓜？是那个好，青蛙瓜。我突然觉得这个字就有点像Nico，对吧？对吗？哎，我发现有一点 mistake，可是那一点把人注到就是这个语气，语气，是语气就是Nico啊。我觉得比较像。我觉得，来，等一下，我先投一下下赌牌，因为这个韩文的语气，相当黑，就感觉是Nico。我先来讲。好，你觉得怎样？我猜测，因为如果硬要比单纯的感觉的话，因为我会觉得两个都很单纯，但是要比单纯感的话，我更会投这个来用的这一条，因为呢，这一个部分他还有说，很常都会把事情憋在心里。这种事情，你看 Nico 最喜欢找心灵聊心事，那我推测，我这边是预言，这边 Nico 是这个，他会是写这个的人。然后这边的话，这个我先投他一票，他就是狼人。好，对，他就是李李。OK，好，李李。我感觉这个真的重点是，你不要因为是他本人要猜。哦，对不起，你看我们这边。好，给你改的机会，你要猜谁？你要猜谁？好，我猜Nico。好，你猜Nico。还有你猜谁？你也可以猜Nico，你也可以猜Nico。啊！哎，我不扰乱你的思绪哦。你也猜Nico，好。所以呢，现在有那个重复的，就是心灵嘛，对不对？这边两个是心灵，没有来不及了。然后这边两个是Nico。还没跟我打，我就是人。这个完全是一个。这边往下折船啊！究竟好，因为呢，我刚刚给他们改的机会，那我也可以改机会。圆圆是不是？那你要改吗？我不用改啊，想知道谁？圆圆你要改吗？不要啊。好，所以真的有意义的就是这边嘛。到底是Nico还是 Lily 呢？谁会吃到纸张上？对，谁会吃到那个蛋糕千层纸张呢？请问这个给最好的队长是谁的3、2、1，我。我就是想要学，我完全照着Lily的想法去写。真的？因为彩真的，我觉得他太有才，我原本想写彩真的，打我的下方级了。但是彩真太容易猜出来是彩真，所以我想说那Lily好了，所以我就想故意模仿，想着Lily的方式，我完全没有想到要模仿。这个我记得Nico的那个自信啊。其实我有一点模仿Nico。真的哦。对吧？以前你们两个会混淆。还有还有上一个重点就是我对于字跟字的中间很有讲究，是后，因为我前面的字跟后面的你前面字口很开，后面马上发现啊不能这样子。没有，我是后面字才对，我喜欢这个。哇，很聪明哎。好了，那我们进惩罚。
姓名请占这个哪里你勾这个不行啦，不要啦。是吗？勾这个。太想吃而且我只能说，果然是那个女团，因为你们的信非常认真的在写。我们前面几集可以说是比较偏荒腔走板一点，就是几个都可能就是大概就是像是IU那种长度，真假啦？对，大家都很服了。对，非常认真哦。他一定是不知道后面要写什么，所以画一个很丑。对啊，我给你，我很丑，我很认真画，应该吧？对啊，这个戏呢，就是大家请收好了，好吗？啊，我还有话要讲。好吗？我们9月呢，我们9月会在韩国回归，我们 Hot Girl 不是宣传过了，请大家要多多支持。还有我们11月8号呢，也会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我们会开演唱会，会有很多精彩的表演。Yes。然后呢，你会来吧？你会来吧？什么东西？来，10月8号吃了。你们演唱会需要个主持个屁呀！哎，我们分 concert 就是你。啊，可是主演唱会跟分享都不一样。没有，还是要你。我会 cue 你。对，没错。你要出来哪里？我上次那个心动人就是被你们搞的，好吗？被你们搞到我在那边只能台上干 solo 跳，还被宇哥拿个水枪子狂喷。今天真的太开心了。对啊。我觉得有一点像是那个公费出来玩的感觉。对，我每次来猫空都很放松。我也觉得。真的，猫空真是好地方。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来猫空走走啦，然后还可以看到小熊们的一些广告。对，大家可以那个多多 follow 一下。那今天谢谢我们的Jane Blue来到我们的节目玩啦，好的，谢谢你们。那大家记得喜欢这支影片的话，给它按赞、订阅、点起来哟，好吗？分享出去给朋友们看，然后呢，大家多多关注一下Jane Blue喽。지금까지 Jane Blue였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안녕，拜拜。 Bring the boys out. Girls' generation make you feel the heat. 전 세계가 너를 주목해. We bring the boys out.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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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Girls, bring the boys out. I wanna dance right now.